你敢相信吗？比美制海马斯更强的自行火炮，竟然是韩国研制的 K239天吴。从去年开始，海马斯以及 M270就被各北约成员国陆续投放到了俄乌战场上。从最近传出的资料影像来看，这两款自行火炮也确实没有辜负大家对它的期望，在实战中屡创佳绩，因此也推动了全球买家对自行火炮的疯狂采购，一度让洛克希德公司为了提高产量而发愁。其实，除了这两款火炮的生产商之外，还有一个与俄乌战场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赢家——韩国。其主要功臣 K239天吴以绝佳的口碑，成功打开了北约成员国的军备市场。2022年10月17日，波兰国防部与韩国签署了采购300套 K239天吴的框架协议。根据协议内容，首批火箭系统以及射程为80和290公里的23000枚导弹将于2023年完成交付。继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，波兰成为第3个大批量采购 K239的国家，也是第1个采购 K239的北约成员国。另外还有挪威、罗马尼亚、西班牙等国都对 K239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在军备出口上，韩国这一次既赚了钱，也赢得了口碑。在北约制式装备一手遮天的今天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成员国放弃了老大哥的海马斯，选择了韩国的 K239呢？首先，从定位上来说 ，K239的设计非常明确，那就要对传统火箭炮，比如 BM21 要形成压倒性的优势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代差。从设计上来看 ，K239参考了美国的 M270和海马斯，或者说是结合了两者优点。M270采用的是履带式装甲底盘。这样的底盘虽然野外通过率比较高，但是无论是机动性还是战略投送能力，甚至是维修保养，都存在着一定很大的局限性。韩国的 K239采用的是6轮底盘，这就使得它在机动性上要优于 M270。海马斯虽然也是轮毂地盘，但是 K239的火力单元要比它多一个，跟 M270一样，也是12连发。虽然跟海马斯的机动性相比 ，K239更大的轮毂可能会处于下风，但是在火力上绝对是压倒性的优势。除了火力单元增多之外 ，K239完全兼容了 M270和海马斯的弹药系统。这一方面，韩国自身也具备完整的弹药生产链，无论是131还是230毫米的，甚至是最大239毫米口径的弹药，在生产和技术方面，韩国都可以自己搞定。K239的发射器携带2个发射吊舱，可以容纳20枚 K33 131毫米非制导火箭，12枚 KM26A2 230毫米火箭，12枚239毫米制导火箭。这里需要为大家着重介绍一下239毫米制导火箭，它可以携带高爆穿甲弹头，或者携带含有300枚子炸弹的集束弹头。这种炸弹是专门为了 K239而设计的。火箭长3.96米，采用 GPS 辅助制导，配备高爆穿甲弹头时，在撞击到人员或者摧毁掩体后才会爆炸，可以针对地堡性防御工事进行穿透性打击。配备集束炸弹时，可以对3倍于足球场面积的露天区域进行大范围的覆盖式炮击作业。K239的火箭吊舱可在30秒内发射6枚239毫米火箭，1分钟内总共发射12枚火箭，并且可以在7分钟内重新装填2个火箭吊舱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发射的都是集束炸弹的话，其摧毁的区域究竟能有多大？上面咱们提到 K239的车载系统是基于斗山 DST K239 8×8的卡车底盘，带有装甲的装甲室，可保护3名成员免受轻武器火力和炮弹碎片的伤害。该车可以盘60%的坡度，防爆胎和中央轮胎充气系统，每个发射器都与 K2399T 弹药支援车所配对。后者使用相同类型的卡车底盘，并携带4个装填舱。一支 K239联队共由18辆车组成，并使用 K200A1 装甲运兵车作为指挥部，在整体的协作上也和海马斯的整体运作体系基本相同。通过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来 ，K239的设计其实就是奔着超越海马斯去的，甚至说它已经超越了海马斯。
所以硬实力是 K239打开北约市场的关键所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因素，韩国军工生产体系的优势在于小部件生产和整体组装，其中的核心部件像发动机、雷达、作战系统等，都需要从美国进口零部件。换句话说，韩国的军工体系是在美军的扶持之下不断完善的。美军扶持韩国军工体系呢，本质上也是为了自己，万一将来发生战争，自己就不用大老远从本土运送重型装备了。韩国军工企业能制造出 K239 这个和美军主流装备差不多的武器，一点也不奇怪。有这个因素的存在， K239 信息化作战的能力以及打击精度肯定也不会差，所以外界才会一度看好 K239 的实战能力。另外，虽然韩国军工是美军扶持的，但是美军肯定不会一直自掏腰包，为了他们能自己养活自己，美军也需要韩国人对外销售武器。只是美国的军火商可能自己也没想到，有一天韩国军工竟然拿着自己的技术抢了自己的市场。俄乌冲突爆发之后，波兰感到了巨大的危机，担心自己的宿敌俄罗斯有一天会找麻烦，于是非常积极地支援乌克兰，同时借这个机会将自己的老旧武器装备进行了升级换代。因为乌军用海马斯给俄军造成了巨大打击，所以刚开始波兰找的是美军，想要订购500套海马斯，但是仅仅过了几个月，波兰就和韩国签订了300套 K239 型火箭炮的采购合同。主要有2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方面是美国人交货太慢，虽然美国的军工企业非常强大，但实际上他们的生产能力并不是很强，特别是对于波兰这种小国客户也不是非常用心，总是优先照顾国内订单，所以波兰那500套海马斯火箭炮预计要4-5年之后才能完全交付，波兰肯定等不了。在这方面，韩国的效率就很高了，一来人勤快，二来就是组装相对简单，预计2023年就能全部交付完毕。这个时候，波兰的武器库都快清空了，当然会选择优先交付的韩国。另一个原因呢，就是韩国的武器更便宜。韩国政府为军工企业提供了高额的补贴。除此之外呢，武器核心系统其实都是美军现成的，所以韩国军工整体研发的成本很低。韩国自主研发的与美制装备类似的产品，其价格都要远低于美制装备，这就是很多国家被韩国军备所吸引的原因。像 K239，虽然它还没有经历过实战，质量和科技含量可能会比美国武器要差一些，但其总体还是和美军保持了差不多的水平。现在来看 ，K239 其实就是升级版的海马斯，改良版的 M270， 相当于一辆跑车带着2套系统，同时配备了3种口径的炮弹，而且价格还不贵。要是你会怎么选择呢？据说 K239 的操作和瞄准系统不如海马斯，但是对于波兰来说，这么高的性价比已经足够他们缓解燃眉之急了。其实除了这300套 K239 之外，韩国此前还向波兰出口过 K2 坦克和 K9 榴弹炮，这也算是抢美国军工的生意。要知道，在国际上，军火生意的利润是非常暴利的。虽然美国军工不想被抢占市场，但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美国军工目前的产能都拿去生产乌克兰战场所需要的装备了。各个军工厂连轴转，就是为了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弹药。韩国也正好借助这个机会抢占一部分市场。那么接下来就看波兰怎么来使用这批 K239 了。如果能一战成名，韩国军工将会再次大赚一笔。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那就是被打出原形。大家觉得 K239 如果放在俄乌战场上，究竟会有怎样的实战表现呢？